喺上個星期，我去咗日本嘅富士山河口湖，我好中意呢個地方。但如果可以將富士山都放埋落夢幻樂園計劃入邊，由我隻手去起出嚟嘅富士山，又會擦出乜嘢嘅火花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景三，歡迎大家收睇緊《夢幻樂園經營計劃》第5集。今集係一個非常之特別嘅一集，因為我依家現有所起嘅主題公園童話世界西部樂園，我哋現實世界度已經係有噶啦。咁所以我一直喺度揾緊一啲嘅資料，又或者係設計緊一啲乜嘢計劃出嚟，係可以呢個世界喺我哋依家呢個現實世界入邊係冇嘅主題公園。我突然之間諗到一個就係宇宙。試想像一下，你所居住嘅地方再唔淨係得地球，喺呢一度有靠地熱發電嘅星球，亦都有長期要住喺船上面嘅星球。我哋平時用到嘅更加係飛行嘅交通工具。呢種科幻感覺，平時電影就睇得多，但係當要你住喺唔同文化，好似九龍城寨咁嘅星際都市，而且我哋人類對於未知嘅宇宙幻想同埋創作嘅空間係可以好大。不過喺我哋開始嗰個嘅計劃之前呢，我比較想介紹一下我哋依家呢個嘅運輸設施，因為我上一集係冇講到，依家呢個運輸設施呢係由西部就直通去我哋呢個嘅香港文化大街，而我哋上車嘅位置就係喺我哋文化大街嘅左手邊，呢一度係有一個車站喺度，就俾佢哋搭車，然之後就落隧道。再出返隧道，經過過山車，然後就行我哋嗰個條河，再嚟到我哋西部。事不宜遲，咁依家就即刻公布我哋嗰個嘅選址位置，就係放喺呢一個地方度。點解要起到咁遠呢？因為我已經係打算好，即將會喺童話世界打個窿，然之後就整一部磁浮列車擺喺度。直接穿梭落去我哋呢一個嘅星際都市入邊，呢部就係遊戲入邊嘅磁浮列車。呢一個嘅交通設施呢，我自己一向都係覺得，無論係現實世界都好啊，係一部非常有科幻感嘅交通設施嚟嘅。到底呢個遊戲挖到最底嘅時候會有幾深呢？都真係可以挖到幾深下㗎。哇！突然之間覺得玩呢款遊戲有啲似呢個實驗性質嘅一個主題公園，多過係一個真係好即係本身想揾錢嘅一個嘅主題公園。喺星際都市入邊有3個車站、4部嘅磁浮列車作為呢一個嘅交通設施，而喺我哋出邊作為星際都市嘅入口位呢，係有2個嘅車站同埋有3部嘅磁浮列車。我唔知點解我依家先至諗到，其實唔一定要將磁浮列車放喺地面上面，我哋可以將佢冚翻落地下，咁樣就唔使外露晒成個車站出嚟。
翻到嚟啱先都講過，星際都市呢一個嘅區域呢，唔係話一日之間就可以整好晒。咁所以呢，我哋依家可以處理埋，同時之間就整一個新嘅主題區域出嚟。而呢一個主題區域係會有關於日本嘅文化。就喺上個星期嘅時候，我去咗日本一趟。當我行程去到河口湖嘅時候，我發現嗰度係有一個樂園凍咗喺度。嗰一刻我喺度諗，若果將富士山作為夢幻樂園嘅主題，究竟會係點？我唔知富士山可唔可以單靠用地形系統就可以整到出嚟，不過整到出嚟嘅話，我會好興奮。富士山頂嗰層雪呢，可能要用翻啲地形噴漆。今次呢個樂園我想特別啲，就係唔可以再靠呢個行人路行入嚟，一定係要依賴唯一嘅交通工具就係火車。而樂園本身已經有嘅鐵路系統，我諗住大改，加多一個站俾呢個富士山公園。喺富士山呢個主題公園入邊，唯獨得呢一個嘅公園先會有嘅限定機動設施，呢一個就係我好中意嘅碰碰車。去到東京，我先知道原來每個地區都有自己嘅電梯文化，就係我哋香港人習慣企開右手邊，但係日本人就係會企喺左手邊。或者我又可以將呢樣嘅電梯文化放埋落去排隊嗰方面，因為今次呢個地方比較淺窄。所有用到嘅機動設施都要盡量比較小型少少先好放落去。另外我留意到嘅就係日本人嘅衣着品味同埋房屋設計，都比較傾向樸素同埋簡約嘅風格為主。仲有我去到河口湖嘅時候，可能因為啱啱落完雪同埋天氣凍嘅關係，樹嘅顏色都係比較沉。另外遊戲係冇得起欄杆，咁唯有用第二啲方法。原先我諗住喺呢度起一部嘅過山車，就係圍住呢一個富士山去玩嘅。不過我諗下，既然我依家係諗到可以喺地下面整列車嘅時候，咁呢一個地方不如變做列車嘅車站，就放喺地下，上面地面呢就係放入口俾佢哋行落去。就係趁而家計劃有變，依家空出嚟呢塊土地呢，長方形嘅土地可以整一個加大碼嘅過山車，嗰個嘅列車嗰個長度可以再長啲，而且嗰個承載量可以更加多。呢款過山車比較新同埋高科技少少嘅，所以佢喺軌道方面都係有多啲唔同嘅選擇，有呢個液壓嘅啟動，
不過大家係要注意翻啊，用唔同嘅軌道呢，你嗰個運作過山車嗰個成本都係會比較高啲嘅。今集暫時玩住咁多，希望大家會中意呢集。我玩到依家開始真係發現我部電腦係負荷唔到咁多人口嘅數量，所以我依家將佢 cut 咗做大約2500人口左右就夠啦。另外中意呢集可以俾個 like， 又或者留言，我會盡量覆大家。另外我哋終於都完成咗成塊夢幻樂園嘅土地接近70%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